这道题全省去年只有不到5%的学生做出来，关键在于第3步的变量代换。米天，你又在看闲书？啊！他的桌面上堆满了书，但不是数学课本，而是量子场论导论、贝尔格里尔斯荒野求生手记以及一本厚的小砖头的工业化学概论。姓名：米天，称号：重新定义文明的理科学神，标签：绝对理性，手搓工业革命，5000年后的领路人，只要是工程问题就有解。能力雷达图：智力 S 加 Z 力量 A 战敏捷 S 加 Z 冷静。王老师，您黑板上第3行的泰勒展开式少写了一个高阶无穷小项。你给我站着听课！不对，角速度恒定，没有空气摩擦的火光，质量极大，却把引力波收拢在自身周围，距离接触地表还有14秒。米天，你疯了！那是日食！闭嘴！所有人听着，这不是撞击，趴下，抱头，找三角区。3、2、1，意识。不能断。不是空间转移，是时间跃迁，至少过了几千万年吗？苏晓，隔壁一班的那个生物系天才，核心标签化工魔女，呆萌学霸，团队粘合剂，经典台词。米天，你要的硫磺提纯公式我已经算好了。你快看这个，3眼脊索2栖类，它的皮肤分离物居然能瞬间腐蚀纤维。现代生物分类学里根本不存在这个纲目。看来我们的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了，苏晓。欢迎来到5000万年后的地球。现在把那只青蛙放下，除非你想被它的毒液融化掉你的右手。5000万年。贝子植物退化，孢子植物巨大化，含氧量异常，再加上那个破碎的月亮。根据生物演化速度推演，如果不经过大灭绝，物种形态不会发生这么剧烈的改变。我们是这个时代的孤儿了。赶上留给以后，还有不到20分钟天就会全黑。苏晓，把你包里所有能穿的衣服都拿出来。为什么？这里现在的气温至少有35度。现在的热是因为地表辐射。一旦太阳下山，气温会断崖式下跌。在这片荒野中，最危险的敌人往往不是猛兽，而是不断流失的体温。我们得找个地方挡风。我们需要火，但我没有打火机，也没有火柴。你打算请我吃糖？根据焦耳定律，电流通过导体产生热量，锡纸是导体，中间最窄的地方电阻最大。
米天的野外生活指南：锡纸加电池。先把锡纸剪成中间窄、两头宽的形状，然后分别接在电池的正负极上，中间会迅速发热。把发热点贴近引火物，火苗就会被点燃。记得注意安全，谨慎使用哦。能量的转化会在瞬间产生灼热。哇，教科书上的原理，你居然真的能用出来！知识如果不能变出生存能力，就是垃圾。这是流体蚊虫的振翅蛇，不对，这个音量，它的体型至少有拳头那么大。灭火吗？来不及了，他们有热成像感应。既然躲不掉，那就把它们变成晚餐。是巨脉清平时代的返祖现象，高氧环境导致的昆虫巨大化。那3只俯冲下来的巨蚊一头撞进浓烟里，瞬间失去了方向感，像是喝醉了一样，在空中乱撞，发出刺耳的滋滋声。苏小，干嘛？分析一下，这东西有毒吗？除了口气可能有抗凝血毒素外，腿部肌肉是纯粹的蛋白质，甚至是牛肉的6倍。很好，补充能量。你要干什么？口感略显干涩，但蕴含充足的热能。吃下去。在这个时代，我们要么做猎人，要么做食物，你自己选。这该死的蛋白质！大型肉食动物通常在夜间沿地面巡猎，留在这里就是自助餐。你要睡在那上。那是5层楼的高度，而且这树皮这么滑，除非你被冰。给我一根足够长的藤蔓，我就能把我发挥你的专业特长。这是铁线藤的变种，维管束极度发达，纤维强度堪比尼龙绳，而且它分泌的汁液有苦味，虫蚁不爱养。完美。搬着没用啊，我们拉住绳子也爬不上去，太滑了。谁说要靠臂力硬爬？这是普路世节，利用摩擦自锁原理，受力时卡死，不受力时可以滑动。我们将树枝做成脚踏板和手柄。3圈绕好主绳，把绳头穿过自身的环，拉紧，这就是普路世节。它可以沿着主绳上下滑动，受力时却会咬死不动。一脚踩在下方的节环，手推上方节，体重就被锁住，双击交替，省力又稳。学会这种摩擦自锁的技巧。你先上，踩进去，站直身体，绳结就会锁死，把你挂住。弯腿时绳结松开，你就能把绳结往上推。真管用，我上去了。开始2期工程。如果你学过拓扑学，就会知道三角形是最稳定的结构。我选了这种阔叶，它叶片背面有绒毛，可以保暖，而且它的气味能驱散高空的蚊虫。从熟悉的校园生活，跌落到这个千万年后的蛮荒丛林，而我正和你一起在这里，竟然还能觉得温馨。这是基于仿生学和结构力学构建的高位临时防御工事。行，防御工事。喂，米天，我们还能回去吗？根据能量守恒，开启那个时空置换通道需要的能量级，至少相当于引爆一颗小行星。除非我们能在这个废土上重建工业体系，解析出那颗黑球的引力波频。既然概率不为0，那就是工程学问题，而不是神学问题。那是张浩的声音。看来幸存的不止我们2个，但他犯了错误，在黑夜里大喊大叫，乱举火把，就像是在对所有的掠食者说：“我在这里，快来吃我！”轮流守猎，每人4小时。不管他吗？那是明早的事。现在去救人，除了多送2块肉，没有任何误区。醒醒，
该干活了。标本还好好的。去昨晚惨叫的地方，如果人死了回收物资，活着就看有没有回收价值。你这说法真像把人当废品。能量匮乏系统里，不产生负伤的都是废品。小型双足生物围攻人类，不是野兽饲养，更像用石块砸击。袭击者会用工具。你看那里，不出来就留这，血腥味会引来食腐动物。清月，江城一中艺术班舞蹈生，外表冷艳，内心倔强。她是公认的校花，也是队伍里的核心力量。反差萌，钢铁白天鹅，承受力担当。她用实力证明，美貌并不是她唯一的标签。她说。你怎么会一个人在这里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昨天晚上，那些东西突然出现了，大家都走散了，我受了伤，躲在这里。逆天同学，理科天才，带我走，求你！带你的话，能量消耗增5成，速度降7成，看不到价值。我柔韧性好，动作敏捷，能钻进狭窄的地方，也能爬上高处。我能忍受任何痛苦，别丢下我！我不养花瓶，你的脚踝需要3天恢复，你负责背物资和处理生活垃圾。3天后，如果价值不够，就扔你出去。没问题。这衣服破损太严重了，在林子里很容易被虫子咬的。动静引来了鼠人，跟紧。怎么了？风向变了，刚才还是东南风，突然这片区域的气流变得紊乱，这意味着周围有大量的物体在快速移动，扰动了气流。既然来了，就别藏着。根据声波反射原理，你们的呼吸声在我听来就像是拉风箱一样吵。一共8只，没有远程武器，纯近战单位，智商评估低。他们懂得包围，但不懂战术配合，站位太密集了。怎么办？好吗？你跑得过4条腿啊！而且，这是他们送上门的实验材料。苏小，快把那只青蛙扔出去！目标领头鼠的脸。
就是现在。摩擦力陷阱启动。听乐，2点钟方向，树干接力，踢！哼！虽然我想省点电，但为了减少近战风险，只能烧点了。在这个宇宙里，碳基生物最大的弱点就是可燃性。刚才那一脚力学角度很完美，你证明了你的价值。今晚你有资格分到一份食物。火光和血腥味会引来更大的东西，我们要在大餐开席之前离开。停一下！对不起，是我拖累了大家吗？没有。能喝吗？这是巨型旅人娇娇的变种，汁液微甜无毒，甚至有轻微的杀菌作用。很好。我们要加快速度了。刚才燃烧产生的黑烟在无风环境下会垂直上升，如果有更高级的掠食者或者其他幸存者看到，我们的营地就不安全了。上巨大的树巢之前，地面是最危险的。你的行进速度太慢，严重拖累了整体效率。上来！啊，这不好吧？我很重的。目测你的体重在46公斤左右，加上你现在的湿衣服和恐惧导致的肌肉僵硬，负重约为48公斤。别废话，上来！普鲁世杰需要双腿蹬踏借力，你的脚踝做不到。我就睡在树下吗？我说过，只要是工程问题，就有解。苏笑，去附近找一些橡胶树流出的凝固胶块，或者任何能起到润滑作用的油脂。我这边的拉力只需要你体重的1半，就能把你吊上去。欢迎来到阿基米德1号基地。说的像我们真有个基地似的。至少这里暂时安全。先把脚处理好，再做打算。我觉得自己现在闻起来像是一条发酵了3天的咸鱼。我想洗个澡。洗澡？你知道最近的水源在哪里吗？那是2公里外的河流，那里潜伏着至少3种两栖类巨兽。你是想去洗澡，还是想去当茶包？可是身上全是细菌，伤口会感染的，而且真的很黏。如果有条件清洁皮肤，确实能提高生存率。搞明白，文明和野蛮的区别，就在于人类是否会为了舒适而浪费能量。
苏笑，拿炭笔去刮些干燥的苔藓。江清月，把这根藤蔓编成网状，你应该能做。明白。好，我试试。这是一个简易的活性碳过滤系统，用树皮带把浑水倒进滤器，苔藓和细沙先挡住大颗粒，接着木炭层吸附异味和微生物，再经过布料和细沙的精滤，流出来的就已经很干净了。滴在火山岩上加热，大颗粒杂质会被拦截，木炭负责吸附异味，用来冲洗体表绰绰有余。热水，水温45度，你们轮流洗，别洗太久，水资源很珍贵。谢谢。真舒服，洗干净感觉整个身体都轻了。别谢我，这是为了团队卫生。你在做什么？猎得更远，更安全。好漂亮，这是弓箭。准确的说，是双财富和反曲弓。双财富和反曲弓的奥秘在哪里？看这里，弓梢反曲，像弹簧一样多储存一部分能量。弓腹用抗压的铁木，弓背用抗拉的藤，中间再粘合，让每种材料都发挥长处。这样一来，拉距更大，效率更高。这段用的是干燥藤蔓，里面加了蚕丝线，可以储存比普通木弓多3倍的弹性势能。这是从那只领头鼠人身上抽出来的基茧，强度是钢丝的5倍。啊，弹射威力怎么样？初速每秒65米，动能足以击穿那个鼠人的头盖骨。在这个冷兵器时代，这就是狙击枪。今晚我们的菜单只有2样：苏萧背包里的2块压缩饼干，和我在巨型猪笼草里抓到的几只大黄鹅幼虫。幼虫。高蛋白鸡肉味。为了庆祝你加入，今晚最大的归你。不吃完，明天不准上电梯。在这个容错率为0的世界，武器就是生命的延伸。红肿消退了3成，看来你的身体代谢能力比普通人强，这就是长期进行高强度无氧运动的优势。出发了吗？苏笑的深度睡眠周期还没结束，现在叫醒他会影响他大脑皮层的功能区或阅读，
导致智商下降的。这水怎么不流动啊？而且苏晓，发现了吗？水位线没有涨落的痕迹，两栖类植物的根系直接扎在水里，说明这里长期保持恒定水位，这不科学。这么大的水体应该有潮汐现象才对。因为引力源散架了。原本的月球是一个聚集的点状引力源，它像一只看不见的手，拉扯住地球的海洋，制造出潮汐，带动洋流，调节全球气温。但现在，它碎了，它变成了一个均匀分布的环状引力圆圆。当引力从点点变成环，对地球海水的拉扯力就相互抵消了，潮汐力瞬间减弱了90%以上，海洋和河流失去了动能，变成了死水。死水意味着热交换停止。没有洋流带走赤道的热量，没有潮汐搅动海水，地球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高压锅，温室效应失控，赤道地区变成炼狱，而我们所在的亚热带就变成了现在这个高温、高湿、高氧的怪物房。我们还能找到盐吗？正因为没有潮汐，河水的蒸发量大于补给量，河岸边缘更容易吸出矿物质。走那边，保持警惕。这种静止的水域是史前鳄鱼的最爱。那个石头里是不是长着什么东西？那是江城地铁2号线，它还在，可城市没了，我以为再也看不到了。你还活着，就还有人记得他。走吧，我们得往前走。沉积岩层，这节车厢被埋在地下，经过了泥沙掩埋、高压成岩、地壳抬升、河流侵蚀，最后才露出来。这个过程需要至少1000万年。跟紧我，里面可能有我们需要的高强度金属、陶瓷，甚至保存下来的密封物资。
这层地质结构在未来的考古学里应该会被称为塑料地层层。我们引以为傲的文明，最后留给这个星球的，只有这一层难以降解的垃圾。是假的，聚乙烯材质，商场里的人体模特。大灾难发生时，某种树枝瞬间包裹住它，才会被封在里面。但这东西对我们有用，剥开它，我们需要衣服。模特身上的冲锋衣和工装裤是高分子合成纤维，这种材料在这个琥珀的真空环境下可能并没有碳化。你是说，江清月，你的练功服已经快烂成布条了，而且防御力为0。这套衣服归你。我明白了，你挡着点风，我来动手。只有一套衣服不够，在这个环境下，皮肤裸露面积超过30%等于自杀。我们还需要更多。这条交通网络直通远方的核心枢纽，这种通行的路线上会有大量携带硬壳行李箱的乘客。找到了。快打开看看，希望能开出防护服。那2件男士衬衫，1条西裤，还有这是什么鬼？沙滩裤，还是印着小鸭子和椰子的？这谁会在这里放这种东西啊？看来这位乘客是去度假的。我需要衬衫和长裤，袖子宽松，方便动作，也能遮住旧伤，质地不错，干了以后能御寒，还比我身上这件结实多了，够用了。那这个归我。别笑，这种化纤面料速干透气，我要用它来重新缠裹我的战术长矛手柄，以及加固我的鞋带。这才是一等奖。只要有了它，我就能把地铁车厢里拆下来的那些防火阻燃做一套，缝成最耐磨的战术背心和护腿。我们真的还在地球上吗？只是这个地球已经把我们遗忘了，别感伤了。看那边。那是死水河，虽然没有潮汐，但它给了我们生存最关键的拼图。有了盐，我就能腌制食物，就能补充电解质，就能走得更远。为了庆祝找到文明的尸体，今晚我们吃顿有盐味的烤。
怎么了？气压在暴跌。这是用一根中空植物杆和一个塑料瓶做成的简易气压计。瓶内的空气压力与外界平衡时，液面持平。可一旦气压下降，液柱就会被推高，液面比外面高出1厘米多，说明外界气压迅速走低，气压持续下降。由于外部环境压力的剧烈下降，容器内的气体正在向外挤压液柱，这种上升速度非同寻常。这意味着一场中心气压低于900百帕的超强台风正在形成。台风？可是这里是内陆啊！在这个环状引力时代，海洋死水导致热量无法散发，整个地球大气层就是一个处于沸腾边缘的高压锅。庆祝取消，进入1级战备状态。苏小，把你所有的标本瓶都固定好。江清月，别管衣服了，把冲锋衣脱下来当防水布。我改造成一个能抗16级大风的防空洞。三角形，我要更多的三角形。风在核实流体动力学问题，我们要把迎风面做成流线型。这就像是不到公园里，重心越低，稳态越强。带上这个，别看外面，保护好眼睛。我们的树撑得住吗？撑得住，魔术起身跟抓地力是普通强物10倍。这棵树活了500年，根系早就和山长在一起了。相信生物进化的选择。发动麦迪！现在天上飞的不只是树叶，还有石头和动物。结束了吗？不，这是台风眼。不够好，我们正处于风暴中心，大概有15分钟平静期，然后回南风会更猛烈。趁现在加固，喝水，吃盐。绳子不够了，用这个。鞋带是尼龙的。还有我的头发可以用上。头发不行，但鞋带可以。只要撑过今晚，明天的太阳会照常升起。这就是物理学的承诺。我想，我们不用去找河了。
根据卡路里消耗公式，舔包装袋动作消耗的能量可能大于你摄入的能量，这是负收益。大科学家，你也知道饿啊！现在下面全是水，我们被困死了。别说盐味烤鱼了，连只虫子都抓不到。什么？而且那些东西还在。他们把我们当成了外卖，而且是挂在树上的那种。在食物链里，谁是猎人，谁是猎物，不看体型，看脑子。知道这是什么吗？牙签。这是卡喉钩，石器时代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。当目标物吞下它时，一旦受力，这个核心构件会在内部横向转动，并瞬间锁死。张力越大，锁定就越稳固。这是纯粹的物理学方案。那一头至少有400公斤，就算你卡住了他的喉咙，他一个死亡翻滚就能把你扯下去撕成碎片。你的力量和他不是一个量级。定滑轮改变力的方向，动滑轮省力。虽然我们没有滑轮，但光滑的树皮和涂了油脂的藤蔓可以模拟这个系统。苏晓，把那半只腐烂的巨脉蜻蜓拿出来当诱饵。江清月，准备好你的长矛。今天中午我们要吃鳄鱼刺身。鳄鱼咬钩的瞬间，我会利用自身的重力跳下，绑着安全绳，利用势能转化为动能，瞬间拉紧绳索，让骨片卡死。然后我们需要合力转动这个胶盘。只要离开水，失去了浮力支撑，再封锁住它的咬合肌，它就是一块待宰的肉。准备。那畜生是不是被吓跑了？闭嘴，看水面，闻到血腥味了。它过来了，好快，它咬住了。他力气太大了，我们要坚持不住了。小指点在，地球都能撬动，给我起！固定绞盘。今晚鳄鱼叶、鳄鱼肉刺身、鳄鱼骨汤，自助餐开始。小心，腹部的皮最软，适合做贴身护甲；背部的鳞甲最硬，可以做盾牌和外层蒙皮。这头鳄鱼的肌肉密度是牛肉的3倍，脂肪含量极低，是完美的能量来源。逆天，这么多肉，我们也吃不完啊！这种天气2天就臭了。我知道，吃不完就腌制，但我们杀它不仅仅是为了吃。我们要离开这棵树，洪水短期内不会退。我们需要一艘船。木筏太重且吃水太深，容易被水下的东西顶翻。最好的方案是皮划艇。皮划艇？用树枝做骨架，用这张完整的鳄鱼皮做蒙皮。鳄鱼皮坚韧、防水，且带有天然的油脂，用它做的船轻便、速度快。水里那些中小型掠食者看到这个花纹，会以为是一头大鳄鱼在游动，不敢轻易攻击。这叫仿生伪装战舰，有了它，我们就不再是被困在树上的猴子，而是这片水域的游骑兵。明天，你看那个。
有人在给我们指路。猫头上挂着东西，这是个金属盘。上船，推船下水，目标雷达锅盖，这是我们唯一的线索。无论生死，那只猫我要定了。坐稳了，重心放低。它好快！风把雷达锅盖吹向下游了，距离我们300米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比之前的鳄鱼大多了。那是上龙类的反祖变异体，海洋顶级掠食者，它的咬合力能把我们的树屋咬碎。那我们还过去送死？他在犹豫，我能感觉到，他既在看那块白色金属，也在看我们。还有50米，准备接触。江清月，你敏捷最高，负责抓猫。苏笑，用长矛干扰那个怪物。发现我们，他们看我们。坐稳，急速模式。追上来了，速度好快！他在直线加速，我们跑不过他。抓紧优势。抓紧，我们要进障碍井了！快，小心那根横木，再撑一下。左边，那横道的巨木，跳过去，全体重心后仰。提船头。活下来了，活下来了，而且我们也验证了这艘船是可靠的。自然进化不可能在5000万年里进化出这种既能飞又能游的猫科动物，它是被设体系出来的。坐标，经纬度。东经114度，北纬30度。大灾难前是江城市西北部山区。避难所，真的有避难所，还有军队。目标003号避难所。我们去看看，5000万年后的人类文明还剩下多少？从这里到坐标点 N30度15分，E114度20分，直线距离大约是75公里。75公里，开车只要1小时。那是以前。现在地貌完全改变，高楼变成了暗礁，街道变成了河道，山脉可能成了岛屿，而且我们要逆流而上。以皮划艇的时速，再加上应对突发危险，我们需要至少3天。3天？那我们需要带很多食物。我们现在的装备只够在树上当野人，要进行长途远征，必须进行工业化升级。第一，高密度口粮，这块肉虽然量多，但很容易变质，而且不便携带。我们需要把它制成可以长期保存的浓缩干粮。在茫茫水面上没有路标，我们需要指南针。第三，武器附魔，骨刺太脆，我们需要更致命的东西。我们要把这头鳄鱼和手头的所有垃圾吃干抹净。
黄米肯。第一步，将瘦肉切条晒干，再捣成细粉。第二步，把动物油熬成清亮的油脂。第三步，按肉粉、油脂和浆果1比1比1混合，搅拌均匀后压实成块。高热量、长保质期是远征的理想口粮。还挺好吃的。冷却后，这东西的保质期是50年。热量密度是压缩饼干的2倍，只要1小块就能支撑1整天的高强度划船。你要干嘛？修手机？修不好，但我要它的磁铁。地球的磁场还在，只要磁场在，我们就不会迷路。这块弩磁铁还能用来吸附水底的含铁金属，或者在关键时刻干扰某些生物的电磁感应器官。你的柔韧性和爆发力好，适合中近距离的控制。如果有什么东西扑向你，别犹豫，扎他的眼睛。既然它是齿后，也是我们的目标。小摩斯怎么样？像摩斯密码一样传递信息。太长了，他的眼睛在暗中会发光，像雷达的回波，就叫回声。回声，在这个空旷的地球上，希望能听到人类的回声。好名字，以后你就是回声队长了。走吧。不要回头，在生存游戏里，回头的人通常会死。前方水域颜色变深了。你看水下，快看！这是珊瑚礁。这是钢筋混凝土。5000万年前，这里是江城市的中央商务区。我们没有偏航，顺着这条2环线的水下阴影走，就能避开水下的暗礁区，直插西北山区。在黑暗中航行都是大忌，我们需要找露出水面的高地。
别跑！别跑！这是生物发光，海洋里叫蓝眼泪，但这是变异刺胞动物群。森茂水母变种，除蓄有神经毒素还带电，船是鳄鱼皮绝缘，但手碰水或它们进船就完。保持平衡，动作轻，别激起浪花，否则会被几10万伏特生物电住。有什么东西上来了？关掉所有光源，虽然我们也没开灯。皮糙肉厚不怕毒素，是水母田收割者。不能打，翻船必死。看看这个，快现在，快！就那里。今晚扎营，离水面10米，水母鲶鱼上不来。真不可思议，5000万年前这里也灯火通明。那时候是霓虹灯，现在是水母。能量不会消失，只会转移。文明的光熄灭了，生物的光就亮起来了。但我更喜欢电灯，不会致人。会有的。003号避难所只要有发电机，我就能给你搓个灯泡出来。没了，军队避难所都没了。那我们这3天的拼命是为了什么？为了来这里看坟墓吗？有味道。什么味道？是臭吗？不是烟味，木炭燃烧的烟，还有烤面包的味道。有人在天坑下面，除了我们，还有幸存者。夜风真凉，不过有火，有月亮，还有你们，就不觉得孤单了。我不是战斗型的人，可只要还记得植物的名字，记得它们的气味，就能在废土里找到方向。你我在。致幻紫罗兰，队长现在是不是中毒产生幻觉了？他没中毒，只是脑子坏了。他在这里烤火。现在没事了，我们要换个地方，去那座独立石峰建家。悠悠，你不用怕。以前你弹钢琴的手不用握刀，我会在这片废土上为你
为我们造一座城。队长，根据资源分配原则，不劳动者不得食。你的意思是我们要养一个吉祥物？我的刀只保护队友，不保护累赘。对不起，我会学的。我可以帮你们洗衣服。他负责精神建设和农业，这就够了。收拾东西，准备出发。拿着防身，如果遇到危险，往我身后躲。根据你的团队价值最大化理论，让一个从未受过训练的人持有主战武器，会不会降低了武器的使用效率？我建议这根长矛给江清月作为投掷备用。他需要安全感，而且我们现在的火力足够。希望我也能有这种安全感。那就是我们未来的家——天空之城。硫化氢和二氧化硫超标，河水强酸性。我们要怎么过去？飞过去。物理学第一课：抛体运动，滑轮怎么用？我先过去建立接应点，物资用滑轮滑过去，最后是人。我不行，我恐高。我会用安全绳绑你，闭眼滑过去。我来叫他。看好了，没人能永远抱着你走。清月在对面接应，闭眼数到50。抓紧绳子！点火。清月，你的伤死不了。比起伤口，我觉得某些人的存在才是最大的危险。这里是绝佳的基地，我们在崖边设置本木雷石，就能防御任何不会飞的生物。台地中央的土层可以开垦，那边的岩石凹陷处可以改造成蓄水池。队长，我想请教一下新的防御阵型排列逻辑。如果你和林有有睡在一起，那么我和清月的侧翼安全谁来负责？难道你要把最弱的一环放在防御核心？我睡那边，我负责第一道警戒线。反正我也习惯了冲在最前面。米田队长，你和你的精神建设专员守住核心区吧。对不起，我是不是又走错了？什么？睡吧。
今天的任务是电击，我们将处于绝对高地，防御没问题，但最大的危机是缺水。苏晓，你是化学担当，负责勘测岩坑结构，雨季快来了，这是唯一水源机会。你是最高战力，去毒气裂缝砍古松木，只有你的技术能做到。我可以帮忙搬木头。你负责清理营地，跳出尖石头，把干柴堆好，别走远。回声是高度警惕的生物，愿意亲近它，说明它身上有让动物安宁的特质。你在找防水层材料吗？为了蓄水池。你在哪里看到的？在那边发现的。以前见过这种植物，它的枝叶很有用，可以起到密封作用。这是高分子聚合物类的粘稠液，混合泥土后是理想的天然密封材料。林悠悠，你负责采集苔藓，你认识它，知道哪种最肥厚？好的。你出力最多，你先吃。手磨破了，找苏萧药草药汁。明天还要干活，别拖后腿。消炎的，省着点用。真是福气，全忘了。蓄水池水位线，哈哈，90%满了！哈哈。标主废杀菌就是完美的软体。小家伙，怎么了？是那些怪物，小心他们的攻击！快躲起来！这东西皮太厚，箭射不穿。金战，交给我。蜜天，想办法封住他们的行动。苏晓，把剩下的鳄鱼油全部拿出来，快！别让他跑了，那是最好的皮甲材料。
看来天空之城也不是绝对安全的。我们防住了地面，防住了天空，却忘了墙壁。可是大家猜想得到什么？这种生物是极其出色的攀爬者，不过这也算是因祸得福。它的皮肤耐火、耐腐蚀，而且抓地力极强，我们可以用它来升级鞋底。而且肉质很嫩，像鸡肉，比鳄鱼肉好吃。明天一早，既然有了水，有了新材料，明天我们要开始真正的基建了。我要在这个悬崖边造一圈风力警报器。温度曲线到了，炉温超过800度了。苏晓、风瑶，准备冷却。明白。开药。这是化学反应的奇迹，硅酸盐高温重结晶，泥土变成石头，我们有了耐火容器。这才是人过的日子，比那个漏水的树叶包好10000倍。而且这陶土里含有微量元素，不仅补铁，石英砂还增加了陶器的耐热冲击性。这个锅可以用很久。喂食，爬行动物吞下石头帮助消化，但这只壁虎显然吞了一块好东西。没有无人机雷达，但我要造一只比鹰还远的眼。50厘米，放大倍率3到4倍。摩斯密码，有人在用镜子反射阳光。3短3长3短，是 SOS。有人在求救。白木林沼泽。太阳快下山，叶窗沼泽是自杀。我知道。不，如果不去，他活不过今晚。求救信号越来越急促，他被包围了。闪光点周围有黑压压的影子。守好家，有东西爬上来就推石头砸下去。一定要平安回来。出发。戴好口罩，前面的空气颜色不对。
在呼吸。这是肺囊树，5000万年后的沼泽底泥严重缺氧，且可能含有高浓度的沼气。普通的植物根系无法存活，所以它们进化出了主动呼吸系统。这些气囊通过物理收缩，强行将空气压入根部。它们不是在光合作用，它们是在泵气。这说明这片沼泽下的微生物活动极其剧烈。别碰那些裂口，那是排气口，排出的可能是高浓度的甲烷。这片森林本身就是个巨大的消化围带。躲避天空中的鸟类捕食者，昆虫进化出了极端的透明伪装。如果我们刚才走过去，泥巴，这种捕食者是靠视觉和红外线感知的。泥巴能掩盖我们的热量，也能让我们看起来像一坨烂木头。登场的是废土偶像、声波海妖、快递盲盒女王唐可儿。战斗力只有 F， 但声波攻击能勉强算个 B 加，辅助 A 级，幸运值同样 A 级，生存力 D， 魅力值没得说，3S 满分。苏晓，扔块肉下去。我的天！如果我们刚才直接游过去，会被钻成筛子。这不是吸血，是物理粉碎。它们对震动极度敏感，肉块落水的震动引发了群风效应，这整片水域。救命啊！我有吃的，我有好多好吃的，救我！别动！你再动，树的震动会引来更多。那怎么办？天快黑了，他们晚上会跳得更高。需要一条路。苏晓，刚才你说那些肺囊树的气囊里可能含有高浓度的沼气。是的，那是它们过滤后的代谢废气，甲烷含量极高。就要射穿那棵树底部最大的那个气。好，苏晓，准备好火种。会形成一条火龙，高温会瞬间蒸发水面，形成高温蒸汽层。那些湿润的软体动物最怕高温和脱水，我们要制造一条火焰走廊。就是现在！好，这集快到了。他们还在后面吗？暂时被引开了，先上岸休整，别松懈，我马上要吸了。谢谢。欢迎来到5000万年后的地球，我是米天。如果你不想被那些钻头虫子吃掉，从现在开始收起你的尖叫，听我指挥。吓死我了！我还以为我要死了，以后我都听你的。你是队长哥哥，你说了算。
我突然觉得，其实刚才不用救也行。别急，先看看他的贡品。如果只有裙子，我就把它扔回水里喂虫子。我有吃的，真的。欢迎加入我们，可儿。以后你的安全我们就包了。以后要是有人欺负你，尽管告诉我。我们不发电，我们采气。这些树是活体的天然气情，我们要把火引上山。唐可儿带来的物资解决了短期士气，但解决不了长期的黑暗。我们没有电，没有手电筒。一到晚上，我们就是瞎子。而那些掠食者都有夜视能力，所以今天要进行第一次能源革命。这就是我们的压缩机，不仅能把沼气压上来，还可以通过控制压力实现可控燃烧。风箱组加压！看起来简单的蓝色火焰，背后却藏着巧妙的物理原理。在左边，高压的沼气从窄管喷出，形成原始火焰，燃烧并不充分，烟雾多而温度低。当它经过细长的喉口时，气流速度骤增，压力下降，把周围的空气吸。这就是化学能。只要下面的树还在呼吸，我们的灯就不会灭。虹吸压力已经达到临界值，重力水压应该能维持这个区域的供气。只要这里的接口稳住，岩洞那边的火苗就不会断。这种亮度在绝对的黑暗中太扎眼了。光不仅意味着希望，也意味着诱饵。天哪，那是什么？他们在飞向光，越来越多。无数巨型飞蛾、甲虫，甚至还有像蝙蝠一样的飞行昆虫发疯一样冲向，唯一的区别是趋光性。在绝对的荒凉与黑暗中，这盏灯就是他们眼中的月亮，是神迹，但也同样是死亡的信号。关阀，快关阀！他们要冲进来了！快从我头上走开！不小，用石头砸开那个阀门！
全部趴下，不要乱动。静电了，关掉了，大家别出声，躲进阴影里。悠悠姐，喝点水吧。这里什么电子信号都没有，只有这片荒野原始的心跳声。我们制造的光，在他们眼里不过是另一种声音。没有电子信号，没有人类广播，只有这颗星球最初的绝对的荒凉。真是一点安慰都不给啊！这该死的世界。慢慢来吧，至少在这里，我还能听到活人的呼吸声。只要火还没灭，就不算全输。至于其他人，如果缘分到了，自然会遇见。土坑快满了，而且风向变了，味道有点……在那些未知的敌人打上来之前，如果我们自己先变成了臭烘烘的野人，那这场仗还没打就输了。今天不打猎，不巡逻，我们要搞基建。尤其事后2项，随着人口增加，粪便如果处理不当，会滋生苍蝇和细菌。在没有抗生素的废土下，一次立即就能让天空之城灭团。长期不洗澡会导致皮肤病和虱子，我们需要热水，需要肥皂。太棒了！我收购了那个悬崖边的土坑了。行动！今天我们要把文明带回这座山头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米天科普。今天我们聊一聊古人是怎么用干湿分离堆肥厕所，把麻烦变成肥料的。这里的陶土分离器像个浅盘，正中有个固体口，旁边的小槽接出流管，尿液从这边被引走，顺着主管流向外面的蕨类渠，直接变成植物的氮肥。固体部分掉进下方的堆肥箱，每次用完撒在菜地或者花草边，像这样营养满满，还不浪费一滴水。没有 S 玩水封，怎么防臭？用灰，草木灰是强碱性的，不仅能杀菌吸湿，还可以锁住氮元素。每次上完厕所舀一勺灰盖，这不仅能彻底掩盖气味，1个月后箱子里的东西就会变成无受的有机肥。这是我有生以来上过最感动的厕所，那是文明的丰碑。当蓝色的沼气火焰舔舐石板，流经主管的水流会被迅速加热。这是最原始的燃气热水器，利用虹吸原理，把地面蓄水池的水引到高处的水塔，有了落差，就有了水压。水温调试完毕，大概40度。这套系统用的是丛林里的全部废料吊，先用皮囊封箱，把空气送进肺囊输气囊，压力一大，沼气就沿主管被推到锅炉。这里的主盘管被火焰加热，水被烧热后靠虹吸原理爬上重力水塔，水塔一满，球阀自动关注出水口，保证管理始终是满水状态。谁先来？我！是热的，真的是热水。苏小姐，你快把我的沐浴露递进来，我要洗3遍。这就是旧世界的味道。我们要建一座高脚竹楼，离地30厘米，防潮防蛇虫，人字形屋顶，不棕榈叶和防水苔藓。中间是公共活动区，左边侧是作为大通铺宿舍，右边作为我的工作室，存放各种材料和工具。出于安全考虑，必须隔离。
我们有家了。大家快看，为了庆祝我们搬进新家，我拿出了这盒珍藏已久的午餐肉。啊，这可是我一直舍不得吃的宝贝，今天配上新鲜的芥菜，一定会非常美味的。这锅神几焖饭，绝对是我们这一路走来吃的最奢侈的一顿了。终于能坐下来安安稳稳吃顿饭了。是啊，这种感觉真的久违了。敬文明，敬热水澡，敬活下来。有情况，离席。在哪儿？正下方。13个，过了1号防线。快动起来，去操作风箱，集中注意力。避开视线！你的状态如何？到极限了，快撑不住了。缩小开阀门，开到最大。别吐了，看清楚他脖子上挂的是什么。他们是食人族，输了你们的骨头也会被挂着。明白了，这是战争。洗澡可以，但得涂上驱虫草的汁液把气味淹住，不然你就得当诱饵。这是黑曜石，纯度极高，边缘比手术刀锋利，附近可能有火山或矿脉。有了这个，我们不仅能做更好的工具，更重要的是，这意味着附近有我们要找的核心矿产资源。那是黑火药。阳光像一把钝刀，试图割开笼罩在石缝周围的尘雾，但收效甚微。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令人作呕的怪味，那是未散尽的沼气燃烧后的硫磺味。混合着昨夜那只黑爪猿人尸体留下的类似腐烂鱼腥的血腥气。昨晚我们赢了，但赢得像个笑话。
我们现在就像是住在没有任何围墙的别墅里，手里捧着金块在向全世界招摇。昨晚是运气好，猿人想偷袭，所以没有一拥而上。如果他们下次来50个呢？如果他们学会了顶着同伴的尸体挡火焰呢？我们必须把这扇门关上。我们要修一堵墙，一堵让任何野兽、野人甚至恐龙看了都绝望的叹息之墙。原理很简单，但这会是一场体力的酷刑。用竹篾编织成巨大的方形笼子，然后填满碎石。这种结构因为有缝隙，可以透水，不会因为暴雨产生的进水压力而倒塌。同时，石头之间的摩擦力能吸收巨大的动能冲击，哪怕是那群猿人拿石头砸，甚至是以后可能遇到的冲撞型野兽，都撞不开它。你知道这种像是能呼吸的城墙吗？它由石垄和竹材组成，不但坚固，还能把雨水顺畅地排走。当外力冲击时，石块之间会移动吸能，大幅减弱震动，让城墙像缓冲垫一样。前方再配上进了件独木之叶的竹笋巨马。光有盾不行，还得有刺。苏小，你的毒药呢？这是剑毒木的白色树枝，见血封喉。虽然没有提纯设备，但原液毒性只要划破皮肤进入血液，会导致肌肉松弛、心脏麻痹。大型哺乳动物10分钟内就能造成瘫痪。霸王龙可能挡不住，但挡住几十个猿人绝对没问题。不能吃了，吃了会得肉毒杆菌中毒。在这个没有抗生素的地方，拉肚子会拉死人的。可是我们没食物了，我们需要盐。没有盐，我们没法腌制腊肉保存食物。没有盐，我们的神经传导会出问题，最后会休克死亡。可是去哪里找盐？海边吗？这附近看起来不像有海啊。那个，回声之前飞出去玩的时候，我通过他的眼睛看到过一个地方，就在石峰背面的山谷里，有一片灰白色的悬崖，那里有很多动物聚集，它们在舔石头。盐田，那是食草动物补充矿物质的天然圣地，那里一定有岩眼或者硝岩矿。唐可儿和林悠悠守家，你们守在墙后面，一旦有情况就放火烧。苏晓、江清月，跟我走。注意脚下，这种环境最适合蛇类伏击。真的是盐矿！别光看食物，要看食物链的顶端。泰坦鸟俗称恐怖鸟，这是新纪元陆地上的顶级掠食者之一。它不飞，它是跑着杀人的。那张巨大的鸟喙能瞬间啄穿野牛的头骨。强攻吗？它的脖子看起来很脆弱。它的速度比你快，爆发力极强，而且我们不知道它有没有同伴。为了点盐跟这种霸主拼命不划算。说他的狡辩。快，我们只有10分钟。这层白色的结晶含盐量很高，虽然有酶和硫酸盐杂质，但可以提纯。这是极品陶土，做大缸就靠它了。这些岩石杂质太多，直接吃会出大事。接下来，看我的吧。
盐了，啊，是咸的，真的是盐。只要阴干2天，再用堆烧法烧制，我们就有粮仓了。闻起来好香啊！我们终于能吃上一顿热气腾腾的晚餐了。这可是加了咱们亲手熬出来的盐，味道一定很特别。有了盐，明天我们可以把剩下的肉都腌制成腊肉，保存更久。挂在通风口，下面烧柏树直熏烤，做成腊肉，就算被围困1个月，我们也不怕饿肚子。今天的行动证明了一件事：这个世界虽然危险，但只要有知识和胆量，它就是一个巨大的资源库。我们的防御有了，健康有了，储备也有了，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。米天，你说那边地图南面的空白区域真的会有瀑布吗？很有可能。如果真的有瀑布，那就意味着源源不断的动力。我们可以搞水力发电，甚至是水力锻造锤。今天我在采集粘土的时候，发现泥土里混杂着一些很奇怪的东西。这是烧制过的陶片，这种细腻程度根本不像几万年前的化石，更像是近代的产物。看来，这5000万年后的地球，比我们想象的要热闹得多。一场秋与一场寒，虽然这里是疑似热带的史前丛林，但早晚的温差大得吓人。昨夜的一场暴雨过后，清晨的气温骤降到了15度左右。米天审视着自己的队伍，他们现在的形象，如果拍张照片发回现代，绝对是标准的野人难民营。食住行我们都初步解决了，现在最大的问题是：一，我们不仅需要保暖，还需要防御。我们的皮肤太脆弱，丛林里一次擦伤就能要命，更别提那些野兽的爪牙。可是我们没有布料啊！
我们不需要补，我们有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材料。我们要搞皮革工业。这棵古老的树皮保留了完整的纤维结构，是最适合做罩皮的材料。只要刮下外层，再用灰水浸泡，就能自由收缩成坚韧的套。我们需要单宁酸，这是一种在很多植物里都存在的色味物质，像树皮、栗树皮或者某些灌木的叶子里含量很高。嘿，好色，就是它，单宁含量极高。浸泡2天，就能得到一缸浓缩的柔液。既然材料已经备齐，接下来我们需要一些实用的缝纫工具。这种精细的活就让我来吧。耐心是磨砺出好工具的关键，这是一场属于时间的磨砺。至于缝线，我这儿有那只泰坦鸟脚怀出最坚韧的大筋，晒干后比铁丝还硬。只要用石头砸松散，就能撕成这种比头发还细，却比尼龙绳还结实的金线。成功了！容易腐烂的生皮变成了深褐色，质地变得紧实厚重，散发着一股好闻的树木和泥土的清香。这就是革。虽然现在成革了，但只要一晒干，它就会变得像木板一样硬。最后一步也是最累的，我们要把这些皮革做软。用力！我们需要彻底拉断皮纤维之间的粘连。我知道，我还有力气。终于，它现在变得像绒布一样柔软了，所有的辛苦都没有白费。又是一个晚上，钟楼里灯色通明，气氛却比任何时候都要热烈。终于完成了，这可是我们这几天的全部心血。有了这些，大家在外面生存就安全多了。3、2、1。哇，好暖和，再也不用吹冷风了。这可是精选的皮毛，不仅保暖，还能防雨。哼，就算是原始人，也要做最可爱的原始人。
这样我就能随时把看到的东西画下来了。我们终于像个样了。稻穗，不是野生稻，野生稻颗粒小且成熟后脱落，但这串稻穗颗粒极其饱满，紧紧长在穗梗上。这是经过长期人工培育和选育的优良谷。我已经用陶罐里的水做过浮力测试了，95%的饱满度。这不是野生的虾长，这是经过精心照料、施肥、除草才有的顶级庄稼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有外星人？比那更复杂。这意味着有组织，种地需要定居、水利、分工。如果他们是友好的还好，如果是像那些食人猿人一样，如果是现代行者，我们得去联络；如果是我们得去评估危险。无论是哪里，我们都不能装下。守好家，日落前没回来或见烽火，就封死崖口。这里生态系统完全不一样。水草丰美意味着大型动物更多。路断了，前面是绝壁。路就在那儿。他在带路。瀑布后面有很大的空间，这是经典的水帘洞结构。看这个，有人修过路，不论是谁，他们就在前面。废土中的香格里拉，老人家，你好。你们是新的被流放者。50年了，我以为我会拦在这个石头缝里，最后变成一堆没人知道的骨头，没想到怎么来的？景屋说，外面太吵了。太吵了。
谢谢，这可能是我这辈子喝过最好喝的东西。他们也是这么抢着喝的。我叫陈谷，如果按照你们那边的时间，我应该是1983年失踪的。那时候我是西北地质勘探队的技术员，紫色的沙尘暴，等风停了，我们车队32个人就到了这个鬼地方。32个人，那其他人呢？死了，都死了。是被野兽杀的吗？野兽只杀了最开始那几个倒霉蛋，剩下的人是被人杀的。一开始我们也很团结，有枪，有车，有技术人员，有医生，在山洞建立基地，像你们一样，以为能重建文明。但是环境太恶劣了，没有法律，没有明天，人心里关着的那个恶魔就放出来了。为了省子弹，队长下令生病的人不许用药，那是留给有价值的人用的。为了争夺压缩饼干，副队长带人半夜杀了后勤组长。然后就是分裂，有人想当皇帝，有人想搞独裁，有人想抢女人。外面的恐龙吃人是为了肚子，里面的人吃人是为了权力欲望，甚至只是为了发泄恐惧。那你呢？我是个怪胎，在队里不合群，只喜欢跟石头和植物打交道。我看不惯他们的做派，在他们内战前1个月，带着种子和工具当了逃兵。他们嘲笑我，说我一个人在外面活不过3天。后来我偷偷回去看，基地没了。从那天起，我就明白了，这个世界没有大过滤器，唯一的诅咒就是人性本身。当文明万一被剥离，不建立绝对秩序，人会退化成比野兽更残忍的东西。这是老秦道50年筛选下来的种子，比我坚强。这是橡胶树种子和硫磺矿，你们年轻人想造枪造炮，拿去吧。老人家，跟我们走吧。我们团队有绝对规则，像家人一样，您不用再孤独活在这里了。不了，我习惯了一个人。这里没够新豆角，我老了，死在这片稻田里挺好。小伙子，带好你的队伍，要把他们喂饱，但更要把规矩立好，不要高估人性，也不要试探人性。在废土，秩序比粮食更重要。如果有一天我们也面临绝境，我们会变成那样吗？不会，因为我们知道历史了。陈老是因为逃避才活下来的，他是旧时代的幸存者，而我们要做新时代的开创者。走，回家。苏萧的炸药该派上用场了，不仅防野兽，更是为了让坏人学会讲道理。没有警报，没有受潮。今天的任务只有一个，搞农业。陈老把火种交给了我们，如果我们把他们种死了，那才是真正的罪人。我们要在这里开辟出5000万年后的第一块空中水田。启动天梯计划吧。采集组去沼泽挖黑糖泥，运输组装矿挂钩。明白，交给我吧。铺设组跟我，还有苏小在山顶接货铺田。哼，这泥土真肥啊，插根筷子都能发芽，
这就是希望啊！哇，这就是你在山谷里捡到的？背了半天比石头还沉，看上去像块铁疙瘩，却长得跟瓜一样。试试硬度。西瓜，我们要吃冰镇的那种吗？好家伙，硬度赶上防弹衣了。让我来。这是帝王恶门齿，目前最锋利的物质。耶！自带制冷效果，糖分很高，还带着薄荷醇和天然冷却剂。爽！我头顶在冒凉风，比空调还管用。洗干净就是现成工程安全帽，还是绿色的。杀鸡焉有牛刀，但这瓜值得一斩。敬我们的空中水田，也敬这个充满惊喜的新世界。干杯！你喜欢吧，会生。在想什么？在想陈老的话，他说人性是过滤器。但我觉得，只要大家吃饱开心笑，人性恶魔就会被关死。明天休息，后天组建特种采集队。我要把森林里所有能吃好用的变异植物都搬回来，把这里建成真正的伊甸园。